妹妹本以为自己就要嫁进豪门，飞上枝头变凤凰，可谁知豪门托媒婆来提亲的竟是姐姐，这下可把妹妹气疯了，不甘在姐姐之下，于是便报名了司马府的歌舞伎竞选，因为这是平民见到达官显贵最近的路。得知她的做法，母亲当场急疯。你知道歌舞伎是干什么的吗？我知道你还去？可玉和认为这也没什么不好，至少锦衣玉食、珠宝美器环绕身边。环绕那就是环绕。属于你啊！而此刻玉和早已被荣华富贵蒙蔽心智，完全听不进家人劝阻，执意一意孤行。不曾想，很快他将为自己的任性付出惨痛代价。就在玉和等人前往司马府的半路，他只是提出想休息一下时，就被教习以不懂规矩为由，上来就是一巴掌。怎么了？正当此时，随行的千夫长上前了解情况，玉和妄想要对方替自己做主，于是用市井的那套装可赢博千夫长同情，乃至两人共事多年，早已狼狈为奸。玉和没想到自己刚出社会就遭到毒打，吓得转身就要回家找妈妈，却被千夫长一把拉住，直接拽进一旁的草地。为了活命，玉和只能选择妥协，满眼泪水任由千夫长糟蹋。直到此刻，玉和才意识到自己错得多离谱，一想到当初走得那么决绝，如今又失了清白，玉和绝望地跳下了山崖。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，突然一队官兵将千夫长拦下，称包国公有令，务必将华玉和带回，否则军法处置。原来宫中国师曾经预言，以卯木命的华姓女子就是下一个真命天女，于是公主便以招聘歌舞伎为由，寻找此女子。而华玉和为了顺利中选，私下里悄悄把自己八字改成了乙卯木命，为此她变成了包国公眼里的真命天女。看着华玉和身体虚弱还伤痕累累，包国公当即要给她主持公道。可经历了刚刚的遭遇，玉和此刻变得非常谨慎，他不仅没有揭穿两人的罪行，还当面出声维护，称是教习把马匹给他骑上去，是自己不善骑术落马摔伤的。见本人都这么说了，包国公也就不再深究，表示等他养好身体然后再去京城。就这样，玉和成了高贵的歌舞伎，教习一改往日的嚣张，亲自教导。但他依然担心回京路上对玉和的行为，对方不能释然，想要得到他的正面答复。而玉和也深知他如果想出类拔萃，教习的点拨是必不可少，于是假意和他交好，称都是因为自己当时不懂规矩，他愿意不计前嫌重新做起。有了玉和的定心丸，教习终于放下心来，至此便全心全意传授玉和武技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，玉和成功被带到公主的面前，而公主一直对父亲杨坚抢走儿子的皇位不满，暗中与宇文述勾结，想要重新夺回属于宇文氏的江山，于是密谋着要把玉和献给太子，以他的样貌和心机定会有一番作为。可在临走前，玉和发现了一个秘密。那个玉和现在怎么样？你是想我还是想他？于是叫来公主前来捉奸。适才奴婢看到千夫长将李教习强拉至此，意欲非礼。教习为了保命，把所有责任推给了情郎，即使男人再怎么喊冤也是于事无补，最后还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李教习，你个贱人！你好狠的你！很快，他们被叫去公主为太子准备的宴会。接下来就是玉和展示武技的时刻，绝美的背影看得太子直挪不开眼，更别说那天生丽质动人心弦的长相。谁料就在此时，太子因杨俊的中途离场大发脾气，着实把玉和吓到了。美人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太子威严让人望而生畏，你别害怕。美人莫怕，一切有本太子在，从此以后你不用再害怕任何人、任何事。怎料玉和刚受到太子的宠爱，便收到了家中父母的来信，说是赵宇遭柔然人俘获，被判了通敌叛国之罪，而赵宇娶的又是自己的姐姐。母亲希望身在京城的玉和可以帮忙想想办法，谁料玉和为了保全自己，竟选择与华家断绝关系。你滚！还请父母成全。华家虽不是什么显赫名门，但绝不允许你如此糟蹋。你不只姓华，那么我们华家也不许有你。玉和看到太子提审赵宇之妻，便以为是自己的姐姐，不禁感慨，当初若兰嫁进将军府是何等风光，如今却沦为阶下囚。但他更担心的是，姐姐会不会供出自己？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，绝不能毁在华若兰手里。于是他找到太子。玉和听说那犯妇嘴严狠，一知太子审讯无果，我就寻思吧，这都是女人，动之以情，或许他能朴实。太子夸赞玉和乖巧聪明，堪比当年的独孤氏。可当玉和转身看到潘晴，让他着实吓了一跳，这才知道潘晴代替若兰出嫁和若兰替父从军的真相。潘晴希望玉和能帮他们渡过难关，因为只有大家都活了，玉和才能活得更好。玉和为了自己的野心只好答应，怎知此事竟然惊动了独孤氏。玉和巧舌如簧，不仅替杨俊保全清白，还替赵宇洗脱了叛国冤屈，听得独孤氏甚是欣慰，对玉和好感加倍。但他依然提醒玉和，不管太子再怎么宠幸他依然成不了金凤凰。可一个有野心的人又怎会轻易放弃？此后他对太子更加上心，
不仅让她远离女色，还更加勤奋管理政事，目的就是想获得皇后的认可。却不知皇后对她早已有了对策，称玉和对太子匡助有功，特赏赐她女史一职，一下从歌舞伎擢升为女官。玉和意外又惊喜，还以为皇后对她另眼相待，可她哪里知道，宫中规矩做了女史就不能干事情，这只是皇后让她远离太子的说法。然而不知其意的玉和，当晚就开始行使女史的职能，结果刚好撞见太子在寻欢作乐，而女史职责不仅要提醒太子就寝早起，还要让他睡前读书。玉和，你也太无趣了，要做的事情都是我不愿意做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因此太子对玉和开始讨厌，从此侍寝台子里再也没了他的名，只能站在帐外看着太子宠幸别人。就在此时，皇后突然出现，吓得太子赶紧坐了起来，两眼发痴地看着皇后。皇后一气之下，下令将燕姬和玉和杖责30。太子替他们求情，被皇后狠狠教训了一番，怒斥太子不去列席早朝，好逸恶劳。若是你真的觉得当一个太子太辛苦，我随时成全你。被打的玉和想起宇文述对他的警告，凡是小瞧独孤氏的人，最后都不会有好下场，心里不禁有些发凉。原来独孤氏早就看出玉和不是省油的灯。你的责任是劝慰太子，否则宫人多矣。为什么偏偏要你来承担责任呢？玉和明白，你要真的明白的话，就不会在我的明示和暗示之下，还存在着独占太子之心。这顿打也是对玉和的最后警告，但玉和的心里并不服气。紧接着，皇后又命受伤的玉和去大殿跳舞，为功臣助兴。而皇后所说的功臣，便是立下大功的若兰和赵宇。只见玉和盛装缓缓走进大殿，一曲凤舞9天，将皇帝和3个皇子迷得神魂颠倒，丝毫不像刚受过伤的样子。此时皇后也看出了皇帝的心思，为了折辱玉和，她故意将玉和赐给若兰侍寝，一个被别的男人碰过的女人。皇帝和太子怎会再多看她一眼？若兰为了救玉和，故意说好听的话逗皇后开心。皇后对若兰的淳朴甚是喜欢，于是便要赏赐她些东西。若兰想都没想就指向了玉和，让在场的人大吃一惊。因为众所周知，玉和是太子的人，若兰此举分明是和太子过不去。另一边，太子认为若兰是杨俊的人，之所以这么大胆，就是仗着杨俊的事，今天敢和他抢女人，明天就敢抢他的太子之位。既然杨俊不顾手足之情，就别怪自己无义，鹬蚌相争，渔人得利。这一切便是杨广想看到的。随后杨广告诉玉和，失去太子的宠爱没关系，在这个皇宫中，最大的一棵树是皇帝。为了获得皇上的宠爱，玉和每天都会在皇上的必经之路唱歌2小时。这天他终于等到皇上的到来，奴婢参见陛下。好了，起来吧。面对玉和倾国倾城的容貌，皇上努力维持着自己的风度。看你这样子，像个孩子。我哪里还是孩子？像我这个年纪，在家乡都成亲生子了。玉和的回答瞬间让气氛变得暧昧起来，因此皇上情不自禁握住了他的手，当晚便把玉和留在自己身边陪伴。虽然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但留在皇上寝宫一夜，也足以让后宫众人议论纷纷。听说太子殿里的女史啊，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媚术，把皇上给迷住了。谁料他们的议论恰巧被窗外的皇后听见。为了一探究竟，皇后怀着复杂的心情来到御花园，果然远远看见2人亲密的画面。你竟然不记得自己的誓言，一起来提醒你。接着玉和就被宫女押到皇后的面前，皇后威仪不容挑衅，更何况她还是一个小小的歌舞伎，势必今日皇后是要给她教训。给我打！就在玉和被打得皮开肉绽时，皇上闻讯赶到了现场，看到奄奄一息的玉和，皇上心痛的大发雷霆。众人见状赶紧把玉和抬去就医，而皇后却不急不躁送给皇上一首诗：穷穷白兔，东走西步，一度无心，人不出故。想以此提醒对方，不要忘记当年桃花树下承诺一生一世只有独孤伽罗一个妻的誓言，更不要忘记自己才是陪皇上同甘共苦的人。可人一旦拥有了权力，想要得到的就更多。别说朕，你就是普通男子，哪一个不是3妻4妾？可是朕只有你一人，还不满足？皇上表示自己和玉和清清白白，只是看他天真可爱，还把他留在身边说说话，唱唱小曲。而皇后却担心玉和心机深沉，不会乖乖只做一个小小的女史，为此和皇上争论不休。皇上气得直接放下狠话：玉和，再敢动他一根头发，别怪朕不夫妻情分。直到此刻，皇后才意识到生死相守30年，终究还是没敌过别人的28青春。而此刻玉和本想褪去外衣查看伤势，不曾想皇上会来到这里。朕只是想看一看你的伤好些没。玉和惊恐的赶紧穿好外衣，以天色不早为由，想赶紧逃离现场，怎料被皇上一把拉住。面对如此水灵的美人，
皇上终于还是把持不住了。一夜过后，玉和的地位也不同往日，身上穿的、头上戴的，明显比过去高贵。就在他以为马上要飞黄腾达时，没想到皇后会再次找到他。面对皇后的威仪，玉和不得不乖乖听话，直到远远看到皇上的出现，他才决定开始反击。于是故意大声表示，自己宁愿去冷宫，一辈子吃斋念佛为陛下祈福，也不愿意被赏赐给另外一个男人。实在不行，哪怕是赐死也甘愿。我成全你了。皇后想成全什么？见目的已达到，玉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随即皇上亲自扶起跪地的玉和，并放出话：玉和只是一个小小的女使，希望皇后给她一个面子，以后不要为难她。说着就带着玉和要离开这里。